沈一晨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前女友。订婚前夕，他穿着精致的晚礼服冲进会所。你曾发誓，无论何时都会选择我，这话还算数吗？沈一晨眼中闪过一丝纠结与愧疚。冉冉，对不起，我要给诗雅一个未来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挽起苏诗雅的手，匆匆离开会所。他以为只要他转身，我永远都会在原地守候。可后来，他和苏诗雅感情破裂，来找我时，他的好兄弟正从我家卧室走出，领口的口红印清晰可见。冉冉，不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我的好兄弟这个时候会在你家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订婚1个月前，沈一晨的初恋回国了，我手中捧着他的围巾，像往常一样来找他。走廊很长，我走得很慢，昏黄的灯光洒在身上。这里常年被沈一晨包下，是他们圈子里的常聚地。快到转角处，一位服务生拦住我：“叶小姐，今天沈少他们不在这儿。”他认识我，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认出他是经常服务他们包厢的员工。走廊尽头那间熟悉的包厢近在咫尺，房门紧闭。我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就在这儿给他打个电话。”等服务生离开后，我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向包厢走去。铃声一遍遍响起，始终无人接听。看着紧闭的房门，一瞬间，我以为沈一晨真的不在。直到我靠近一些，清晰的铃声从门缝传来，和我的一模一样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沈一晨帅气的侧脸，在暗淡的灯光下有些模糊。他握着酒杯，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看都不看一眼桌上闪烁的手机。良久，他身旁的好友调侃道：“你家那位今天怎么了？平时不是很温顺吗？怎么也开始查你的岗了？”那人又将目光落在沈一晨身旁坐着的女孩身上。他该不会是知道诗雅回国了吧？沈一晨这时才有所反应，轻抬眼眸看向身边的人，嘴角带着温柔的笑。不会，隔着缝隙，我隐约看清女孩美丽的脸庞。苏诗雅，沈一晨的初恋。我下意识攥紧了拳头。在他们的圈子里，苏诗雅才是众人公认的沈太太。又有人打去问，诗雅都回来了，和叶安然的订婚你打算怎么办？沈一晨语气平淡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众人没从沈一晨口中得到答案，纷纷为苏诗雅抱不平。不是，你真以为诗雅回来的这要巧，偏偏赶在你订婚的时候？诗雅都做得这么明显了，你可别最后伤了人家小姑娘的心啊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就是叶安然有什么好的？哪有诗雅姐漂亮？没再继续听下去，我转身离开。苏诗雅和沈一晨在一起4年，分分合合无数次。那时他们之间一直遵循一条原则：苏诗雅负责提分手，沈一晨负责挽留。直到2年前，苏诗雅再次闹分手，一气之下出国了。不知为何，沈一晨没有再去追她。沈母近几年身体欠佳，希望我和沈一晨尽早订婚。就在我以为他会拒绝时，那天他说：“好，我愿意娶冉冉。”起初我以为他同意订婚，是彻底放下了对苏诗雅的执念，所以一直以来，我都沉浸在多年梦想成真的喜悦中。这10几年，我对沈一晨的爱不比他对苏诗雅的少。回到家时已经很晚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简单冲了个澡，睡不着。我蜷缩在沙发上发呆，望着漆黑的夜空，陷入回忆。我家和沈一晨家是世交，在我们幼年时就定下婚约。我父母一生致力于艺术创作，
因得罪了某些权贵，意外离世。他们去世后，沈一晨一家将我接过去，和他们共同生活。刚到沈家那段时间，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日子，整个世界都充满恐惧和迷茫。是沈一晨日复一日的陪伴，将我从黑暗的深渊拉向光明。从此，我就成了沈一晨身后的小跟班。我还记得那个夜晚，沈一晨拿着一本画册，兴高采烈地走向我，月光如水。他指着一幅画中的城堡，告诉我：人死后会去往美好的地方。你父母是艺术家，一定住在最漂亮的城堡里。他将我紧紧抱在怀中。冉冉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依靠。直到苏诗雅的出现，所有既定的轨迹都被打乱。玄关处传来密码锁开锁的声音，将我的思绪拉回。沈一晨换了鞋，脱下外套，向我走来。这是时隔几日以来他第一次回来。简单问候几句后，他就进了浴室。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，恍惚间，我才发觉他已不再是记忆中的那个小男孩。浴室传来哗哗的水声，我正和造型师讨论着订婚宴礼服的细节，一旁沈一晨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我从不碰他的手机，但这次看着陌生的号码，我下意识按了接听。沈一晨，你真的要和那个养女订婚？苏诗雅不悦的声音从听筒传出，满是不屑。我和他性格不同，我从不会这样对沈一晨大声说话，因为他曾对我说，我最喜欢我们家冉冉温柔的样子。也许是我太久没出声，苏诗雅察觉到了异样，她冷哼一声，嘲讽道：叶安然，是你吧？你把手机给一晨。我平静心绪，不理会他的阴阳怪气，淡淡开口：他现在不在。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被一把夺走，电话被挂断。沈一晨裹着浴巾站在灯光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眼底却透着冷意。冉冉，以后不要乱动我手机好吗？我的心猛地一沉。沈一晨生气了，是因为我接了他的电话吗？还是因为那个人是苏诗雅？过了一会儿，他重新穿上衣服，语气冷淡地说：公司还有些事要处理，今晚不陪你了。他低头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，转身离开。在他即将踏出家门时，我出声喊住他：一晨，今天能留下来陪我吗？未出口的话被打断。乖一点，自己在家。我张了张嘴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愣在原地。他总是这样，一边说着温柔的话，一边做着不顾及我感受的事。20岁的生日派对上，我鼓足勇气，准备向沈一晨表白。那天，他带着苏诗雅姗姗来迟，兴奋地向我介绍：冉冉，以后你又多了一个朋友。看着他们紧握的双手，我藏起失落，把所有爱意深埋心底。后来为了能多和沈一晨在一起，我开始无条件地为他们做事。他们出去玩，我会求着沈一晨带上我，我负责给他们拍照、拿东西。大概是我的心思太明显。有一天，他们吵完架后，沈一晨拉着我喝了很多酒，他毫无防备地将我拽进怀里。冉冉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盯着那张英俊的脸，心中满是被看穿的羞涩，心跳加速。我点了点头，他却突然笑了，将我从怀中推开。哪有妹妹喜欢自己哥哥的？真让人别扭。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在心底蔓延。可是他忘了，我们不是亲兄妹，我们订了婚约的，我们本就该在一起的。沈一晨没有去公司，因为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给我发了视频。视频中，沈一晨夺过苏诗雅手中的酒杯，摔在地上，碎片四溅。别喝了，你胃还要不要了？我不要你管，你都要订婚了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给我走！你不是要和那个养女订婚吗？苏诗雅红着眼指着沈一晨，
眼中的泪夺眶而出。沈奕晨心疼地皱眉，轻声哄他：“不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吗？你看我这不是来了，怎么还吃醋？”“我没吃醋。”苏诗雅抬手擦掉眼泪，“没吃醋发这么大脾气，我看看，脸都气成红苹果了。”苏诗雅打掉沈奕晨的手，起身又想去拿酒，中途被沈奕晨一把拉进怀里，两人拉扯间，身体紧紧贴在一起。苏诗雅跨坐在沈奕晨身上，发酒疯般去扯他的衣服，白色衬衫从西裤中抽出。沈奕晨的手放在苏诗雅腰上，没有阻止她的意思。视频戛然而止。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已泪流满面。我盯着视频看了无数遍，这样的场景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见到。那4年里，我见证了太多他们之间的恩爱，而这些，我和沈奕晨之间从未有过。我在沙发上坐了一整晚，手机上发出的消息没有任何回应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奕晨回来得很早，带了我最爱吃的那家早餐。他一边打开餐盒一边说：“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这段时间是不是准备订婚宴累着了？”我看着他身上与昨天不同的衣服，默默点头。你不用什么事都亲力亲为，交给别人来做就好。未婚妻还是要漂漂亮亮的好。他将热牛奶推到我面前，又开始贴心地为我剥鸡蛋。我拿起面包咬了一口，忽然觉得索然无味。我放下面包，认真地看着他，问出一直萦绕在心头的困惑：“奕晨，我们的订婚宴还继续吗？”他猛地停下动作，皱着眉看向我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听谁说什么了？苏诗雅回来了，对吗？”我直接切入正题。沈奕晨放下手中的鸡蛋，握住我的手：“他回来跟我们订婚有什么关系？”“冉冉，别听外面人乱说，你放心，我们的订婚宴会如期举行。”沈奕晨向我承诺。那天之后，我努力不再胡思乱想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不管他是否还爱着苏诗雅，最终他要娶的都是我。嫁给沈奕晨，和他组建一个家庭，是我从小的梦想。之后几天，一直到订婚前夕，再也没有人给我发那些奇怪的消息。我想，沈奕晨至少还是在意我的。如果他真的想和苏诗雅复合，肯定不会和我订婚。订婚宴前一晚，派对进行了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没见到苏诗雅的身影。宴会是邀请了她的，不知为何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我被沈奕晨牵着在人群中应酬，随着流程的推进，我也渐渐不再去想苏诗雅的事。就在整个宴会即将进入高潮时，忽然室内所有灯光熄灭，我以为是新的环节。这时，会场的门被人从外推开，朦胧的光影中，苏诗雅穿着一袭华丽的晚礼服站在门口，光彩照人。她提着裙摆穿过人群，最后停在我和沈奕晨面前。苏诗雅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，只是直直地看向沈奕晨。精致的面容下，她眼含泪水，举起手中的项链：“奕晨，5年前你把这条项链戴在我脖子上，你说此生只爱我一人，你曾发誓，无论何时都会选择我，这话还算数吗？”沈奕晨站在我身旁，紧握着我的手，微微用力，微弱的光线勾勒出他完美的轮廓，眉眼如画。他的眼神自苏诗雅出现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有移开，两人久久对视，仿佛世间只有彼此。我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我又想起沈奕晨那天对我的保证，他说我们的订婚宴会如期举行，所以他不会骗我的。我相信他。可下一秒，被紧握的手突然松开，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拉住他的衣角。我用祈求的目光看着他，
沈一晨垂眸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和愧疚。冉冉，对不起，我得给诗雅一个交代。随即他转身拿过苏诗雅手中的项链，戴在了自己脖子上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挽起苏诗雅的手，一路跑出了宴会厅。全场震惊，没人想到沈一晨会接受苏诗雅的感情，还是在我们订婚的前一晚。我呆呆地看着两人逐渐消失的背影，指甲嵌入掌心，钻心的痛从心脏传来。自始至终，沈一晨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倒是苏诗雅对我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。以前我竟不知他们之间还有如此深情的誓言。沈一晨一次次向我证明，只要有苏诗雅在，他的选择里永远不会有我。我孤零零地站在原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同情的、嘲讽的、看好戏的。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这样不怀好意的注视。众人的议论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都说沈家有个养女，死缠烂打，跟在沈少身后10几年。原来就是他呀！听说他爸妈早就死了，要背景没背景，还妄想靠着婚约攀高枝。都什么年代了？果然，旧爱就是难敌初恋。最后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宴会厅的。当我回过神时，全身已被雨水湿透，细密的雨丝在路灯下交织，像一张冰冷的网。只不过命运为我编织的网里，似乎从来没有希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路灯在我眼前模糊，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，却驱不散心中的寒意。昏昏沉沉中，我意识到刚刚喝的酒好像有问题。就在我踉跄着要摔倒在地时，一双有力的手臂将我扶住，陌生的气息萦绕在鼻尖。我抬头看清男人的脸，顾影琛，沈一晨的好兄弟。他将我扶正，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我身上，裹紧。一瞬间，我感觉身上似乎更热了几分，不知道找个地方躲一下。清冷的声音夹杂着雨声从头顶传来，我低着头，不敢与顾影琛对视，因为他的脸和这雨夜一样阴沉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怕他这个人。这些年，我和沈一晨在一起时，每次他看我的眼神都透着冷意，尤其是2年前我和沈一晨宣布订婚后，他似乎对我敌意很大，但我和他交集甚少，更谈不上得罪他。他揽住我，向路边闪着双闪的车走去。我不想跟他走，也不想再和他们那帮人有瓜葛，用力甩开他的手，鼓起勇气说：“你能不能不要管我？”他愣了一下，就这么低头看着我，语中的表情让人看不清。呵，脾气还不小，在沈一晨身边时不是挺听话的吗？不再理会他，我转身就走，手腕被他从身后一把抓住，开口时声音多了几分严厉：“叶安然，别闹，一会儿生病了怎么办？”他叹了口气，为了一个男人就糟践自己的身体，值得吗？许是被雨淋的缘故，他的脸色看起来更冷了。有那么几秒，我真的以为他好像是在担心我。愣神间，他已经俯身将我抱起来，径直往车边走去。肌肤相触的瞬间，我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。这时，顾影琛才发觉我的不对劲。车内，我将自己缩在一角，紧紧贴着车门。他让司机把空调温度调高，然后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递给我，接着又拿出一件新的外套盖在我身上，全然忘了自己全身也湿透了。被打湿的衬衫下，肌肉线条若隐若现。他见我不动，起身向我这边靠过来，挡板升起，他拿起毛巾为我擦拭。在他碰到我时，我不适地用力推开他，他又靠过来，体内涌起的燥热逐渐吞噬我的理智。我喘着气说：“顾影琛，
你离我远点。我努力克制自己，不敢抬头看他。几秒后，一只手轻轻落在我头顶，将我用力拉起，抱进怀里。清冷的茶香在鼻尖弥漫，我僵住。顾影琛一只手捏住我下颌。叶安然，想不想报复他们？我可以帮你。我偏过脸想挣脱，可他捏得更紧了一些。他们这样对你，你就不想让他们后悔吗？顾影琛的声音紧贴在我耳畔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讽。我怔愣片刻，沈奕晨决绝离开的背影又在我脑海浮现，眼眶突然发热，心口如被刀割般疼。我强忍住泪水，因为我不要再为沈奕晨流一滴眼泪。我不想再做一个可怜的备胎，不想再被他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许久，我定了定神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，抬头看向他：“你要怎么帮我？”顾影琛紧皱的眉头舒展开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：“跟我在一起，把他绿回去，怎么样？”四目相对，顾影琛的眼睛里似有火焰燃烧，他浅浅的呼吸扑在我脸上，像羽毛轻轻拂过，撩拨着我的心弦。在理智即将崩塌之际，顾影琛垂头靠近我：“可以吗？”窗外雨如倾盆，雨滴猛烈地敲打着玻璃窗。我紧攥掌心，点头。冰冷的唇落下，带着几分决然与放纵。只是后来，一切愈发失控，在他的强势主导下，我几乎难以喘息。最后，车在顾影琛家的地下车库停下，一进门，我就被他抵在墙上，炽热的气息喷在颈侧。我们一路从玄关辗转至卧室，顾影琛几乎将我揉进他的身躯，略带粗粝的指腹停在裙摆，轻轻勾起。他停下动作，俯身看向我：“安然，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。”意识朦胧中，我伸手勾住他脖子，拉低他：“顾先生，你那么喜欢半途而废吗？”话落，顾影琛眸底暗沉几分，掐着我的腰吻下来。中途，顾影琛的手机忽然响起，沈奕晨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。我摸索着想关机，却不小心按到了接听键。沈奕晨的声音传来：“景琛，你能帮我找一下安然吗？我怕他一个人想不开。”我身体猛地一僵，急忙将手机塞给顾影琛。他伏在我上方，低头看我一眼，眼尾含着笑：“我已经找到他了，路过时正好看到。”“那就好。他现在怎么样？”沈奕晨的语气中似乎真有一丝对我的担忧。我心中苦笑，难为这个时候他还记得我。放心，他现在很好。这个夜晚格外漫长，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，打湿了整个世界，也搅乱了我的心绪。等我从浴室出来时，顾影琛已经换了新的床褥。我拿起手机开机，刚打开就看到各种消息铺天盖地。我一张张翻过那些偷拍的照片，只觉满心讽刺。照片中，沈奕晨修长的手指握着伞柄，将整个伞全倾向苏诗雅那边。漆黑的夜色下，他看向苏诗雅的眸中满是深情。我轻叹，这才是沈奕晨真正爱一个人时的模样。网上众人议论纷纷，所有人都在祝福他们破镜重圆。在众多词条中，有条被抛弃的人才是多余被顶上热搜。里面的配图是我孤单站在大厅中央的狼狈模样。我正看得入神，一只手突然出现，夺走我手中的手机。还有精力看手机，看来还不累，要不继续？我哀怨地瞪顾影琛一眼，攥紧被子，将自己缩起来。等我再醒来时，全网已经找不到一条关于那件事的消息。我看着身旁熟睡的顾影琛，有些失神，一时难以接受如今的局面。就在我掀开被子一角想离开时，顾影琛突然睁开眼睛：“怎么，占了便宜就想走？”
他伸手将我捞进怀里，温暖瞬间将我包围。我试图挣扎，却被他箍得更紧。他轻啧一声：“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调皮的一面？”安然，你得对我负责。我目光落在顾影琛喉结上，那上面还有个淡淡的牙印。看着手上崭新的红本本，我整个人仍有些恍惚。当年我一心以为我只会嫁给沈逸晨，怎么也没想到最后结婚证上的名字不是他。早上在顾影琛的甜言蜜语和软硬兼施下，我一时心软，答应要对他负责。可等我反应过来有哪里不对时，已经被他拉到了民政局。车内，顾影琛握起我的手，对着手机拍了张照片。我疑惑：干嘛？他浅笑，一边低头在手机上打字发朋友圈。途中，我和他十指紧扣，后面是打开摆放整齐的2本结婚证，刚好能清晰看到名字和照片，配文得偿所愿。不一会儿，底下就涌现无数点赞和评论。屁的吧，恭喜呀！怪不得一直没对象，原来早有安排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沈逸晨前脚刚悔婚，你后脚就娶了人家未婚妻。到家时，顾影琛从我手中抽走我的那份结婚证，这个我先替你收着。我想拿回，已经被他塞进兜里。他在我唇边亲吻一下，乖，放我这有用。在顾影琛朋友圈的影响下，我与他领证的消息迅速在圈子里传开。我盯着手机上几十个未接来电和无数消息，全是沈逸晨一个人发来的。这在以前，他一整年都不会发这么多。我已下定决心，不再与他有任何纠葛。在他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索性直接关机。宴会那晚，我已在心中放下了沈逸晨，彻底放下，不再爱他了。晚上，我在厨房做饭时，门突然被敲响，我以为是外卖到了，结果打开门就看到沈逸晨站在外面。他看起来整个人很憔悴，像是喝了很多酒。安然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他的声音沙哑。我刚想开口，身后的卧室门被推开，顾影琛从里面走出，两人四目相对。沈逸晨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。安然，不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我的好兄弟这个时候会在你家？沈逸晨咬牙切齿道。不知他是喝醉不清醒，还是真不知道我和顾影琛领证的事。只见顾影琛几步走到我身前，将我挡在身后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们持证过日子，她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。倒是你，现在这个时间不适合来找她。说着，顾影琛拿起一旁的衣服，从口袋中掏出那2本结婚证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明白他说的有用是什么意思。沈逸晨夺过结婚证，翻开，看到照片那页脸一下子黑了下来，对着顾影琛怒吼：景琛，兄弟的女人你也敢碰？在他们那个圈子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兄弟之间不碰跟过自己的女人，毕竟以后难免尴尬。顾影琛冷笑一声：那现在不是了。沈逸晨眼底泛红，将结婚证狠狠扔在地上，抬起拳头就朝顾影琛挥来。不知是顾影琛没防备，还是故意不躲，硬生生挨了这一拳。我看不下去，上前挡在顾影琛身前，冷冷瞪向沈逸晨：你凭什么打人？沈逸晨用力攥住我手腕，我疼得皱眉。叶安然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勾引人都勾到我兄弟这儿来了。他像是想起什么，怒气更盛，咬着牙一字一句道：那天我给顾影琛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在旁边？叶安然，你真不要脸！我气得全身发抖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抬起另一只手狠狠扇在他脸上。只几秒，沈逸晨脸上就浮现出清晰的巴掌印。
沈奕晨，你发什么疯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。瞬间，所有人都静止。我长大后，好像从未对任何人发过脾气，与人争执都很少。但现在，我打了沈奕晨，以前对他大声说话都不敢。顾颖琛急忙上前，将我从沈奕晨手中拉开。奕晨，婚是你毁的，人是你抛弃的，你没资格说他。呵，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喜欢挖兄弟墙角呢？惦记很久了吧？两人彻底扭打在一起，最后沈奕晨被人带走了。虽然顾颖琛赢了，但他嘴角的淤青看起来有些严重。老婆，你快看看我的脸是不是毁容了？我送你去医院处理一下吧。我说不要，老婆亲亲就能好。我不理他，从电视柜下翻出医药箱，你忍着点，可能会有点疼。我刚凑近，他突然侧过脸亲在我唇上，这不比上药管用多了。他看着我傻笑，还想凑上来，我蹙着眉把他推开，将碘伏塞进他手里。深夜，沈奕晨的电话再次打来，我看着身旁熟睡的顾颖琛，轻轻起身按了接通。我想和沈奕晨彻底做个了断，有些话总得说清楚。安然，你下来，我们见一面。手机听筒传来呼呼的风声，沈奕晨的声音很低沉。我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就看到街边路灯下站着的一道人影。他额头上贴着一块创可贴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风衣。不用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他顿了顿，轻笑一声，其实你一直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为了让我回心转意，你不惜和顾颖琛联手演戏给我看。安然，我承认这次你的手段很高明，你现在下来跟我回去，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对你。我叹了口气，沈奕晨，不管你信不信，都改变不了我已经结婚的事实。这句话仿佛像一根刺扎进他心里，他声音陡然提高，我没说让你离开他，你就还是我的。我闭了闭眼，把心中翻涌的情绪压下去，在睁开时平静地说，是你亲手把我推开的。从那天宴会上你选择苏诗雅开始，我们就再没关系了。沈奕晨沉默片刻，所以你结婚就是为了报复我，对吗？那晚你和顾颖琛在一起，也是因为生我的气，是不是？沈奕晨还想说什么，我打断他。顾颖琛他比较适合结婚，他从未和任何女人传出过绯闻，他没有纠缠不清的前女友，他也不会在我需要他的时候离开我。他是个很好的结婚对象，而且现在我已经对他动了心。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下来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遍，我不想再和他纠缠。冷冷地提醒他，你现在这样，苏诗雅怎么办？沈奕晨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挂断。你看，只要提到苏诗雅，他的选择总会倾向他。经过上次一闹，沈奕晨半个月都没再出现。不过我听说他和苏诗雅又吵架了，这次是苏诗雅闹着要沈奕晨娶她，可不知为何，沈奕晨并没有答应。在顾颖琛的要求下，我搬出了原来的房子，住进了他家里。我打算把房子卖了，这里是我工作后买的第一套房子。其实我对这里很有感情，但这里也承载了太多我和沈奕晨的回忆。人总要向前看，何况我现在身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。中介联系我说今天有人来看房。电梯门打开，我刚出来就看到了沈奕晨，他指尖夹着烟站在门边，面容冷峻。当下我就明白，看房的人就是他。那天之后，我换了所有联系方式，至此他再也没能联系上我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对沈奕晨的感情到底是爱多一点还是习惯多一点，我早已分不清。只是那天当他挽着苏诗雅的手
把我丢下时，我心里突然空了一块，就像当初失去父母时，茫然的找不到依靠。沈一晨将我从黑暗中拉出，又把我扔在光明里。我绕开他，拿出钥匙开门，刚打开就被他反手带进屋里。往日的沈一晨的高傲不见踪影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声音嘶哑：“安然，我错了，我离不开你。”以前他这么说时，我总会立刻放下一切去照顾他，陪他，为他做饭、煮汤、熬粥，切好水果端到他面前。可现在，我看着他冷冷地说：“知错就改，去医院看看吧。”沈一晨瞬间垂下眼眸，眼睛泛红：“安然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”说着，他向我靠来，却在看到我颈间的红痕时顿住。我推开他，将手从他掌中抽出，手上的戒指璀璨夺目。我举起戴着戒指的手：“你看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”沈一晨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：“你不是一直想和我结婚吗？你现在和顾颖琛离婚，我们马上结婚，好不好？”我平静地打断他：“不好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我现在过得很幸福。”是离开沈一晨后，我才明白，只有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，才会幸福。沈一晨彻底安静下来，眼底的光一点点熄灭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震动不停，仿佛他不接，对方就不会罢休。苏诗雅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，最后他还是接起：“沈一晨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又去找叶安然了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在骗我，说什么不喜欢他了？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叶安然，我不会在原地等你。够了！”沈一晨突然开口，苏诗雅的哭喊声戛然而止。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，苏诗雅，我不会娶你。沈一晨，苏诗雅的声音有些慌乱。苏诗雅，2年前你离开我后，真的一直单身吗？沈一晨冷笑：“2年前你为什么跟我分手？什么性格不合都是假的，因为2年前你就出轨了别人，你追那人追到国外，结果他还是不肯要你，你才又回到我身边。凭什么你能3心2意无缝衔接？到底是谁先出轨？到底是谁先欺骗谁？沈一晨，你竟敢调查我，你就是个混蛋！”苏诗雅大喊：“我就算是个混蛋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！”我整个人彻底愣住，趁沈一晨不注意先离开。我没想到他们之间背后还有这样的秘密，所以就算沈一晨知道苏诗雅不爱他，在苏诗雅回来时，他还是接受了。但现在我已经不会再难过，心里毫无波澜。我走到楼下时，顾颖琛正站在车边等我。夕阳余晖下，他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，身姿挺拔。我知道他知道沈一晨在上面，但他很绅士的没有上去。我站在他面前，仰头看向他：“为什么不上去？就不怕我不下来了？”他抬手将一缕头发别到我耳后：“你不会，我相信你。”他将我拥入怀中，紧紧抱住：“你现在是我妻子，我不会让你离开，你走不了的。”后来我为他整理书房时，在他抽屉里看到很多关于我的照片，是从高中起一直到现在，各个时期的都有，一看就是偷拍的，有些我甚至都没了记忆。恍然间我才发觉，好像也是从那时起，顾颖琛和沈一晨的关系才逐渐亲密起来。所以你为了接近我，才故意接近沈一晨，不然呢？可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？我还一直以为你很讨厌我呢。他手指轻轻勾我的鼻尖，还不是你整天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，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。我看着不爽。灯光下，顾颖琛明亮的眼眸暗淡下来。安然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就是个随便带女人回家过夜的人？
任何女人都能成为我的妻子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辩解，我是说，如果万一我和沈逸晨结婚了呢？他眼眸暗沉。只要你过得幸福，我会把爱深埋心底，祝福你。可是你过得并不幸福，所以老天都在帮我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他抱着我，头靠在我的肩窝。安然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，就有多羡慕沈逸晨。但好在现在你在我身边。结婚之后，顾颖琛成了朋友圈常客，一打开就能看到他发的动态。偏偏他还不屏蔽沈逸晨，和太太一起看日落的梦想实现了。日落很美，太太更美。偷拍我的照片，太太给我选的手表，超喜欢。新图片，最近的一条是下班了，买了太太最爱吃的巧克力蛋糕和蓝莓。图片，我回到家时，顾颖琛正从厨房走出，他一边接过我的包，一边牵着我的手，笑容满面。安然，你猜今天我准备了几个惊喜？猜错了要接受惩罚。其实在车上时，我已经看到了他发的朋友圈。我故作思考状，2个。他用手指蹭蹭我的鼻尖，错了，其实有3个。我看着桌上的巧克力蛋糕和蓝莓不解，不等我开口，他低头在我脸颊上亲了亲。是我今天比昨天更爱你。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，凑到我耳边低语，所以安然你猜错了，那就罚你今晚陪我一起看星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